今天我们讲动词，它是个多音字，在生活里很常用。我先简单讲讲汉字的组成规则。你看，左边这个叫偏旁，它是个提手旁，基本上所有带这个偏旁的都是跟手有关的动作。汉字有这种规则，偏旁代表动作，另外一部分就是发音。类似这种结构的还有把、招，你看它们也是提手旁，右边是八加上提手就读把，右边是招加上提手就读招，读音加上偏旁后依然是差不多的，这两个都是手上的动作。但是你要注意，它不是一个通用的规则，它只是其中的一种规则。比如提、打，右边是丁，它加上提手旁就是别的读音了。提、打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八这个字。日常用语里，我们特别喜欢用八这个音。手是这样的姿势，就可以说扒着，扒着。这个字放在动词的后面，就表示这个动作正在进行中。这个字我之前讲过它的用法。扒着栏杆怎么也翻不过去，扒着栏杆怎么也翻不过去。扒着窗户看，扒着窗户看。还有扒土，小狗喜欢扒土玩。扒土，我们用工具来扒土，这个扒还有剥脱掉的用法，比如扒羊皮、扒猪皮，也可以扒人皮。在生活里面有这样的话，一般是男女朋友之间开玩笑，就说你再这样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。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，意思就是我要扒了你的皮。你喝多了，小心回去你老婆扒了你的皮。你老婆扒了你的皮，其实不会真的打他，只是给他点颜色瞧瞧。给点颜色瞧瞧，这个是口语里面的一种表达方式，一种略带威胁的玩笑话。另外一个读音爬，常用的词是扒窃、扒手。扒窃是动词，扒手是名词。扒手就是指小偷，扒手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动手。扒手，你小心扒手啊！小心扒手。现在很少遇到扒手了，都是手机支付，很少遇到扒手了。好，老规矩，我来说一段话，是朋友之间聊天的口吻，你来听一下正常的语速，描述的方法也是生活里常用的口语，有今天提到的这些词。我见过一种巴士可以搭很多人，里面坐不下就有人扒车，扒在车的后面、侧面，看起来好危险。不过车开得慢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就有人扒车，扒在车的后面、侧面。我有一次遇到扒手的经历，我当时坐在公交车上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用纸币，有一个钱包就放在衣服的侧兜里，那个扒手就坐在我后面的那排座位，他用小刀片划开我的衣服，还好他可能是新手，技术不太好，我感觉到衣服的下摆在动，我都不敢回头看他，我意识到可能是扒手，我就赶紧起身走开。车一停，我就下车了。结果下了车一看，衣服已经被刀片划开了。车一停，下了车一看，你看这个“一”字发音不一样，它有变音规则，我之前讲过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段话里面的动词。动词是一句话的灵魂，
一般听懂动词，整段话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遇到、坐在、放在、划开、感觉到、回头看它、下车。然后动作的主体是扒手、钱包。我再来说一遍，你听听看，我说慢点儿。我有一次遇到扒手的经历，我当时坐在公交车上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用纸币，我有个钱包就放在衣服的侧兜里，那个扒手就在我后面那排座位，他用小刀片划开我的衣服，还好他可能是新手，技术不够好，我都能感觉到衣服的下摆在动，我都不敢回头看他。我意识到是扒手，就赶紧起身走开。车一停，我就下车了。结果我下车一看，衣服都已经被刀片划开了。好，今天的词是扒，它有2个读音，生活里常用的词是扒着，扒在那儿，还有扒了你的皮，可以用来开玩笑。遇到扒手，遇到扒手就是遇到小偷的意思，总共有2个读音，4个词，你记住了吗？我们下期讲便这个多音字。便宜、方便也是生活里常用字哦。还有一件事儿，这周是中国的农历新年，我放假，这2周有很多时间，我把联系方式放在个人资料里了。如果你有任何学习中文的问题，欢迎你私信我。支持英文、日语、泰语，你发语音或文字都可以。拜拜。